好，朋友们，老 K 的赛前分析和超级预测，其实主要是从博彩市场资金的流向，还有赔率的变化，再加上详实的赛前幕后的资料，以及老 K 个人对两个球队战术打法的分析。但是任何人赌球猜球都不可能准，还是那句话，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我觉得把胜负关系、大小球，包括一些比分，做一些对冲可能比较好。这就跟做股票投资对冲基金是一样的道理。感谢您的点赞、热推、评论和分享。好，那么巴西对海地，先说结论，老 K 倾向于巴西胜，合理的比分是2-0或者3-0，最可能的进球方式依然是维尼修斯。巴西在左路突破后的倒三角，或者右路传中后的第二点定位球的二次进攻。这个小组 C 组因为首轮爆冷，所以现在变得异常焦灼。最强的夺冠大热门巴西和摩洛哥1-1战平，不仅没能全取3分，甚至险些被对手绝杀。而0-1输给了苏格兰队的海地，他们在场上也展现出一定的侵略性、身体对抗，以及还有很出色的战术纪律。现在巴西队已经被逼入了必须全力争胜，而且要尽可能多刷净胜球。但海地队同样看到了创造历史性的冷门，争取他们在世界杯的首个积分。博彩市场和赔率方面，双方极端的实力依然得到了很直观的体现。巴西队的独赢赔率在各大平台都被压低到了 1.10 到 1.13 的超低区间，而海地的获胜赔率在21到26之间，平局的赔率维持在 9.5 到 11.5 的高位。在亚洲盘口的让球盘，主流机构普遍开出巴西队让2球半的深盘，配套的让球水位处于 1.83 这是个很平稳的状态，说明尽管首战巴西暴露出许多问题，进攻迟滞，中后场也老化，但市场对桑巴军团的下限依然有绝对的信心。但在总进球数盘口当中， 3.5 个球的界限成了资金争夺的焦点，大球赔率设定在-113，小球赔率设定在-110，这跟巴西队在热身赛经常比赛的进球是很多的，跟这个趋势相吻合。而更关键是 C 组最终的出线顺位极有可能要通过净胜球甚至总进球数来确立，所以安切洛蒂这一场绝不能满足于1-0或者2-0，从比赛哨响的一刻开始，他们就要全力围剿海地的防线。战术方面，巴西队主教练安切洛蒂就像过去篮球飞人的安西教练一样，赛后依然是打太极。不过巴西一些主流媒体已经对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安切洛蒂的巴西队已经失去了艺术足球的灵魂，变得平庸，变得混乱。更关键是，由于皇家马德里对巴西的年轻球员照顾有加，关于皇马帮已经掌握了巴西的话语权这种流言现在越来越多。还有关于小将恩德里克坐在板凳上，球迷和媒体也相当的愤怒。巴西国内舆论对安切洛蒂的批评主要是他看人下菜碟，而且手法总是一成不变，再加上巴西足协内部长期是频繁的内斗，管理层也是经常更迭，所以安切洛蒂可能很难在皇马那样建立起一种长期稳定的战术哲学，这一点甚至得到了更衣室领袖达尼诺的公开证实。战术方面，巴西进攻为主，控球率明显占优，但关键能不能在海地的低位防守4-4-2面前快速的制造禁区内的人数优势。如果安切洛蒂要改用4-2-4，两个边锋拉宽，维尼修斯在左路1对1，拉菲尼亚和路易斯恩里克在右路利用纵深，那么库尼亚和伊戈尔迪亚哥就要承担中路撞墙，要挤压对方的中后卫。所以从媒体这边的消息，4-2-4的训练版当中已经说明巴西可能希望用更直接的前场人数更多来解决首战又慢又犹豫的问题。但他们的防守隐患4-2-4的问题是双后腰身后的空间，如果法比尼奥和基马良斯控制2点球没有做好，那么海地队10号贝勒加德就可以拿到反击中的第一脚传球，这时候他们的前锋伊西多尔的冲刺会直接对巴西中后卫造成巨大的压力。对摩洛哥的首战已经证明，巴西一旦压上以后失去中场的平衡，就会被速度和转换所惩罚。而海地队53岁的法国教练米涅，他过去作为法国传奇主教练，被称为白巫师的勒鲁瓦的长期助理教练。米涅具备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将一支弱旅拧成一股绳。从24年接手海地队以来，因为海地国内各种骇人听闻的黑帮割据和安全方面的动荡，他甚至从来没有踏上海地本土一步，只能通过数字化的平台进行跨洋的云执教。但这种前所未有的生存模式反而赋予了海地全队一种要为民族尊严而战的悲壮的信念。米涅过去在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作为喀麦隆的助理教练，
有过绝杀巴西的战术经验，所以这次也能转化为球队的强心针。海地队最现实的打法，前20分钟尽量不要丢球，防线要关闭空间，互相之间要保持很小的距离，让巴西队去边路传中。中场则由贝勒加德和让雅克把第一下球处理干净。反击中利用伊西多尔的跑动速度，在首战他们防守以后寻找突袭的机会，但只是在最后的区域处理不够果断。所以这正是对巴西这一场能否偷到一个机会的关键。第一场比赛的巴西队缺少连续性，安切洛蒂的上任时间也很短，所以球队在摩洛哥的冲击下显得不连贯。最主要的争议集中在伊戈尔·迪亚哥、伊巴内斯、卡塞米罗和帕奎塔的使用。巴西队必须要解决在中场的对抗能力还有传控的节奏问题。对海地来说，他们不会长时间的控球，要将比赛拖成身体对抗、抢2点球，还有最后对反击质量的把握。总之，这场安切洛蒂必须赢，还必须要大胜。比赛当天在费城的晚间，预计大部晴朗，气温在25到27摄氏度左右，湿热但不极端。世界杯进行到现在，跟过去也差不多，从来就不存在强队总是全胜的概念。甚至像一些卫冕冠军超级强队，如过去的德国、西班牙等等，都有在小组赛期间就出局的先例。所以足球是圆的，这是老 K 最喜欢它的原因之一。OK， 美国对澳大利亚，先说结论，老 K 觉得美国小胜或者平局，最可能的比分2-1，其次是1-1。最可能的进球方式，美国通过边路的倒三角或者禁区2点球破门，澳大利亚则通过伊兰昆达的反击或者定位球制造机会。博彩市场赔率方面，这场比赛的初始市场预期较为克制，但随着美国队在洛杉矶4-1大胜巴拉圭，以及澳大利亚在温哥华2-0爆冷零封了土耳其，市场的赔率曲线发生了急剧的倾斜。美国队在巴拉圭身上拿到的那场狂胜，不仅是他们在世界杯正赛历史上自1930年以来最大的单场胜利，而且也极大地调动了本土资金的注入。现在各大博彩公司短时间内都面临巨大的美国独赢赔付的风险。Superbook 博彩公司的副总裁约翰·马里更是公开地讲道，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筹码和受注单都压在了美国队身上。我预计这种趋势将会持续下去，毕竟美国队在第一场比赛中的表现看起来实在是太具有统治力了。可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爆冷了土耳其，战术的含金量不容小觑。所以部分职业的资金在后期开始流向澳大利亚受让大敌，在进球数 2.5 球的市场上，庄家明显压低了小球的水位。这种调整表明尽管美国队展现了极强的锋线破坏力，但专家都知道澳大利亚的主教练波波维奇是极为务实的低位防守，这种战术很容易将比赛拖入绞杀的状态。现在预测模型给出美国队大概是 56% 到 57% 的赢球概率，澳大利亚赢球的概率在 19% 左右，平局的概率 24%， 而专业的资金更倾向于东道主美国队在这场比赛将经历一场非常艰难的攻坚战，而很难再度上演进球的狂欢。美国队现在的战术风格是现代欧洲流派，大控球、高压迫、运转流畅，但是澳大利亚则将低控球率、极致的紧凑防守、快速反击推向了另一个极端。现在最关键，美国队长他们的头号球星普里西奇在第一场比赛左小腿后侧遭遇了严重的挫伤，中场休息的时候肌肉发生痉挛，并且被预防性的换下。而且在训练基地，普里西奇已经连续3天脱离了主力阵容进行单独的恢复训练，甚至在左小腿已经佩戴了黑色的加压护套。主教练波切蒂诺正在极度谨慎地封锁消息，他极有可能将普里西奇首发的悬念留到赛前最后一刻。如果普里西奇不上，那么首战大放异彩的年轻的攻击手雷纳或者贝尔哈特就将承担起进攻轴心的重任。而澳大利亚方面没有任何伤停的隐患，全员健康。首轮波波维奇弃用了队长马修瑞恩还有副队长杰克逊欧文，这样铁腕的决定换来了历史性的零封。第二轮这2位老将是否会重回首发，这也是澳大利亚国内热议的话题。但是表现逆天的22岁年轻门将帕特里克·比奇大概率将继续把守球门。战术方面，美国队是侵略性十足的4-3-3压迫阵型，澳大利亚是极具弹性的5-4-1防守反击。波切蒂诺能够看得出来，没有对年轻的美国队进行很复杂的改造，而是将重心放在了对文化的重新塑造，还有对对抗强度的要求上面。他要求美国队在无球的状态下要有近乎野蛮的侵略性，要赢下每一个拼抢的回合。
他现在已经成功地将这种又骄傲又饥渴的胜者的心态注入到美国队的更衣室，而在他的战术里面，2个边后卫的侵略性的压上，还有中场的快速洗球是破防的关键。美国队的体能优势必须要转化成技术层面的局部压迫优势，所以核心就在于中场的轮转和边路的提速。巴拉圭的主教练赛后就称赞过美国队的麦肯尼、亚当斯、蒂尔曼这样的组合 floating， 形成了类似于五边形的进攻支撑。但是对阵澳大利亚的5-4-1低位，美国最怕的是控球很多，但边路打不开就只能传中，而澳大利亚很可能让出控球权，守住2个低位的横线，等待伊兰昆达、图雷、梅特卡夫去冲击美国的身后。澳大利亚主教练波波维奇的战术拼图非常讲究中后场的体能消耗和落位的深度，退守的时候他要求自己的攻击线迅速的回撤，形成极其紧凑的防守扇面，而这很可能是克制波切蒂诺快速流转体系的一把钝刀。值得一提是美国队的球员巴洛贡，他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斯，父母都是尼日利亚裔，2岁的时候随家人移民伦敦，并且在阿森纳青训营成名，所以他的国籍选择曾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英国、美国、尼日利亚的3国演绎。最后他按照出生地原则选择美国，这个决定在当时被尼日利亚的媒体痛心疾首地称为尼日利亚足球最大的损失，美利坚最大的红利。而在首战巴拉贡大放异彩之后，他在上半场结束前接到蒂尔曼那个妙传冷静地晃开了防守球员，将球砸入死角。这个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导师，也就是阿森纳前法国传奇前锋亨利。亨利当时正作为福克斯体育的演播室嘉宾，在前方报道。巴拉贡在世界杯第1场梅开2度以后，由于收到了海量的祝贺信息，差点漏掉了他儿时偶像亨利发来的私信。过去巴洛贡在视频访谈中提到过亨利对他指导的一些具体的细节，而且亨利经常在比赛后就给他发来各种鼓励或者指导的信息。巴洛贡将他视为自己最重要的良师益友。过去巴洛贡是阿森纳青训出品，而亨利又是阿森纳历史上的传奇巨星。亨利在退役后曾经回到阿森纳指导青训梯队，在那个时候他就注意到了巴洛贡，对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巴洛贡在2023年夏天转会加盟了法甲的摩纳哥队，亨利就过去曾经在这里效力，还开启了自己传奇的生涯。所以转会前巴洛贡专门向亨利咨询过这个俱乐部的历史和城市的环境。好，美国队第2位安东尼·罗宾逊也被称为杰地武士，他是富勒姆的英超明星左后卫，在美国队也是左路战术的绝对发动机。他那种源源不断的体能和极为恐怖的往返奔跑能力，是波切蒂诺现在高压战术的基石。罗宾逊出生在英国的利物浦，所以说的是一口纯正的英国口音。而他5岁的时候在父亲执教的少年队踢球，当时父亲要求每个孩子都要挑一个足球巨星的名字作为外号，可从小深受美国卡通熏陶的罗宾逊大喊着拒绝了贝克汉姆等等名字，而选择了星球大战里面的杰地武士，所以这个外号从此伴随了他一生。在家里面到现在，他的父母也只叫他杰迪，而不是叫他安东尼。有趣的是，罗宾逊几年前在富勒姆遭遇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低谷，郁郁寡欢，为了转运他就将头发漂染成了白色。没想到在国家队集训的时候，顶着一头白发首发出场，单场就贡献了2个球1个助攻，直接走出低谷。所以漂染白发成了他后来面对重大赛事不可或缺的转运的幸运符。而且罗宾逊这个球员很乐观，他有一句话：在我生命中经历过的每一次失误或者挫折，我从来不将他们看作是消极的灾难，因为正是这些挫折一步一步把我引向了如今我所站立的辉煌的位置。好的，澳大利亚这边伊兰昆达，这位效力于沃特福德20岁的小妖，首战就是一记令人瞠目结舌的超强爆发力，强吃土耳其后卫斜射破门。他也打破了澳大利亚男足世界杯历史上最年轻进球的记录，但他的人生起点几乎也是最令人动容、最传奇的故事之一了。他的父母早年为了躲避布隆迪惨绝人寰的部落屠杀和内战，流亡多年。伊兰昆达最终出生在坦桑尼亚的基戈马难民营，在那里极度匮乏混乱，在那种环境中他度过了自己苦难的幼年期。后来全家在联合国难民署和红十字会的双重救助下，才非常幸运地买下了前往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机票。在澳大利亚超级联赛，他的天赋迅速爆发，拜仁慕尼黑当年支付了400万欧元的澳超历史第1转会费，
将他招至麾下。但是为了能够获得稳定的世界杯出场时间，去年夏天他做出了非常具有决断力的决定，转投英冠球队沃特福德，也是从此顺利地打动了主教练波波维奇。伊兰昆达在面对美国媒体傲慢的挑衅的时候，他直接说，人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但如果他们无法在球场上拿出实际行动来支持这些言论，那么所有的口舌之争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好的，澳大利亚第二位门将比奇，他单场狂扑了8次土耳其的射正，创造了自02年以来世界杯守门员首秀的最高扑救纪录。但很有意思的是，比奇在自己童年和少年阶段其实更喜欢板球，更喜欢橄榄球。他是新南威尔士州青少年板球体系中当时被视作最有前途的快球手之一，而直到初中阶段才彻底改踢足球。但他成长的西悉尼这一块是盛产世界级的门将。比奇在第一场赛后坦言，在得知自己将在温哥华数万名狂热的土耳其球迷面前取代工薪队长首发的时候，他紧张到2天2夜都没法合眼。直到澳大利亚的门神马修·瑞安在更衣室无私大度地拯救了他。瑞安不仅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全程给他喂球，还搂着他的肩膀告诉他，去享受足球吧，剩下的交给我，交给上帝。所以比奇在赛后饱含热泪，他说，这就是你在小孩的时代脑海中憧憬的一切，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站在世界杯这一最高的殿堂上，而且在对阵如此强大的对手的焦灼比赛中还带走胜利。哇，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妙最震撼的夜晚。好，澳大利亚第3位杰克逊·欧文，他刚刚率领圣保利队完成了德甲的保级。这位中场悍将在5大联赛是绝对的硬骨头，虽然第一场被老辣的波波维奇贬为替补，这也是为了加强中后场纯粹的运动能力，但是他极强的抢断、拦截和头球防空的能力依然可能是波波维奇下半场要防守的首选。杰克逊·欧文很有意思，他的个性很极致，是个摇滚乐迷。他蓄着上世纪80年代那种标志性的复古胡须，全身上下刺满了向各种独立摇滚乐队致敬的纹身。他坚决地抵制现在的快时尚，日常只要出街几乎是清一色的马丁靴、高腰皮衣、皮草大衣。这是一种垃圾摇滚的风格，叫 grunge。 在欧洲的潮流界也有一大批死忠的拥趸，而且这家伙还是一位极其资深的黑胶唱片收藏家。他几乎每场不落的在德国汉堡的摇滚酒吧担当客座的唱片 DJ， 还亲自策划下午的摇滚专场。这家伙每个月还为主流的电台制作并且主持一档摇滚音乐的栏目。所以虽然被年轻的晚辈夺去了自己的首发位置，但这个成熟的文艺范儿的队长赛后疯狂地拥抱小门将比奇，疯狂地庆祝。而且他一再警告年轻球员们不要在媒体面前流露任何自满的情绪，这也是为澳大利亚队内的大哥真正的领袖之一。 OK， 苏格兰对摩洛哥，老 K 个人的倾向摩洛哥胜，大小球推荐小球，低于 2.5， 极度看好是一场防守战。比分方面首选摩洛哥1-0苏格兰或者2-0。这两支球队在整体的技术层次，在球星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战术的多样性上有着很明显的档次差异。虽然首轮爆冷击败了海地全取3分，但老 K 觉得苏格兰队他们那种很坚决的拿到平局就是胜利，这种苟且的意志极大概率会退守到禁区前沿，堆出密不透风的2到4人的防线。克拉克绝对不会给摩洛哥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纵深反击空间，而摩洛哥队实力强劲，大部分时间内他们将拥有超过 60% 甚至更高的控球率。比赛的胜负手将完全取决于摩洛哥的技术流球员能不能在极其狭小的内部区间，通过萨伊巴里、迪亚斯还有马兹拉维连续的一脚触球撕裂苏格兰的防守落位。如果摩洛哥能够像首轮对阵巴西那样，在比赛的前30分钟通过局部的急速传切先拿下一个球，那么被迫要压出来进攻的苏格兰就将完全暴露自己后防的漏洞，这就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完败。但反之，如果苏格兰用粗暴的肉搏和缠斗能够消磨掉摩洛哥人的耐心，那么将0-0的比分拖入到70分钟以后，随着体能的下降，克拉克的定位球轰炸，还有麦克托米奈的后插上，这将成为对摩洛哥致命的威胁。但我仍然看好摩洛哥队，因为他们的技术细节还有体能储备，最终在下半场打破僵局的概率很大。这一场博彩市场的赔率方面，摩洛哥独赢的赔率在 1.69 到 1.75 之间浮动，折合的胜率大概 54% 到 57%。
超级计算机系统的模型预测，摩洛哥赢球的概率 54.8%， 苏格兰赢球的概率 19.1%， 平局则为 26.1%。这也客观反映了摩洛哥队在他们整体的身价、在欧洲5大联赛主力球员的配置以及大赛经验上是有压倒性的优势。而市场对于小球低于 2.5 个球的赔率极低，普遍压在-150，也就是 1.67 左右。市场对两个队战术博弈有着高度的共识。苏格兰由于首轮已经拿到了3分，这场比赛必定是极致的低位防守摆大巴，只要能够零封对手保住1分，那么出线就在望。而摩洛哥虽然他们技术细腻，也擅长高位的压迫，但是在破密集防守的时候，也缺乏大开大合的锋线上的重锤，只能倾向于通过走传控流耐心的拉扯。而在精确比分市场，摩洛哥1-0取胜的赔率最低，正500，这也是市场普遍最可能的结果。有意思的是，英国本土的博彩巨头 SkyBet 针对新用户推出了一个苏格兰只要取得进球就能享受50-1的赔率，这个高风险高回报的活动也能折射出，虽然苏格兰第一场胜了，但博彩商依然对他们能不能攻破摩洛哥的防线持怀疑态度，所以想通过苏格兰球迷澎湃的情感红利来吸收资金。战术方面，苏格兰的主教练克拉克自2019年以来一直执教。苏格兰足总在世界杯前已经确认，他将续约到2030年的世界杯周期。他的标签是务实、防守优先，重视团队的结构，但也经常被批评进攻方面保守。苏格兰可能在中路的人数上吃亏，如果改回3中卫和5后卫的体系，那么边翼位又必须面对对方哈基米和马兹拉维的推进。现在苏格兰队在中场拥有了近10年来最豪华的一批意甲和英超的主力，但他标志性的战术依然是后场开大脚，去争取那种 50-50 的空中球，彻底的废掉中场组织。所以两个队在战术方面的博弈，首先看罗伯逊走廊。罗伯逊在这一侧对上了哈基米、阿什拉夫和布拉辛迪亚斯。苏格兰的进攻体系高度依赖队长罗伯逊在左路的持球压上和高质量的传中，但现在这种大范围的前插在转换阶段会留下巨大的防守真空。而摩洛哥的右路是现在世界足坛破坏力最强的走廊，尤其是哈基米阿什拉夫，他的爆发性跑动以及布拉辛迪亚斯极具纵深和变向的带球能力，这成为了苏格兰在左侧内部天然的克星。只要苏格兰在进攻的时候被摩洛哥在中路断球，那么哈基米和萨伊巴里就能迅速打穿罗伯逊身后防守的空当。第二个对位，苏格兰核心的 playmaker 现在缺失，在中路脚下怎么办？由于苏格兰队的组织核心比利吉尔莫因伤缺席，所以他们后场的出球和组织推进能力已经是断崖式的下跌。现在打法已经退化为纯粹的长传冲吊，所以摩洛哥非常清楚这一点，预计将部署萨伊巴里、迪亚斯还有埃尔康努斯组成高位逼抢的第一道防线，切断苏格兰向麦克托米奈和福格森的短传路线，迫使格兰特·汉利这些转身缓慢的中后卫强行起高球，再利用迪奥普和里亚德在空中的拦截能力重新控制第二落点。第三组对位，摩洛哥的双轴后腰对上对方第二线插上的精准拦截。苏格兰现在最致命的得分手段不是前锋的长传争顶，而是麦克托米奈和麦金在皮球飞入禁区以后，利用自己绝佳的跑位从深处突然前插进行致命的一击，这也是经典的英格兰式的踢法。这时候摩洛哥的双后腰配置责任重大，里尔队的超新星布阿迪，罗马队的中场艾纳维，他们不仅要负责第一阶段的组织和传导，更要像保镖一样贴身盯防麦克托米奈的无球跑动，必须要切断苏格兰前锋香克兰德和中场后插上之间横向的联系。所以苏格兰队在没有吉尔莫之后，麦克托米奈的重要性更高了，他既要对抗摩洛哥技术型的中场，又要成为禁区前的后插上威胁，而关键是他能不能压住对面布阿迪和奥纳西之间的传球路线。如果麦克托米奈被拉出来，苏格兰的中后卫就会直接暴露在摩洛哥队内部区域的渗透面前。所以最大的变数，苏格兰的定位球能不能先破门，而对面哈基米的身体状态能不能踢满全场，还有布阿迪第一次面对英格兰式的高压能不能保持冷静，主教练克拉克是否会放弃4-4-2，改用更稳的3中卫体系。好，土耳其对巴拉圭，先说结论，土耳其取胜，他们略微占优，但也不是稳局，最有可能的比分2-1或者1-1。最可能的进球方式，土耳其在右侧内部区域的传中到三角，或者巴拉圭利用定位球和反击的2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比赛由于土耳其国内对足球疯狂的热爱，所以土耳其足协在圣科拉拉当地为球迷开辟了官方的集结区和游行通道。土耳其球迷的游行将在下午5点正式启动，到6点结束，现场还会分发国旗和应援的物资，所以这也将为本场比赛注入极高浓度的地中海式的狂热。市场的热度已经直接反映在票价上，二级市场许多票已经被炒高。而在博彩赔率市场方面，首轮结束以后，资金的流向和赔率的波动呈现出很强的规律性。土耳其由于他们首战掌控了高达 78% 的控球率，狂轰了30脚射门，所以虽然输了球，但整体传控的实力得到了机构的普遍认可。另一边，巴拉圭的防线被美国队彻底撕碎，单场狂丢4球，所以独赢赔率这边没有悬念。而在进球数的市场， 2.5 球的总进球界限引起了机构的分歧。这表明，虽然巴拉圭防线在首场表现出很大的脆弱性，但由于土耳其这边也缺乏绝对的高效的终结者，所以双方在生死战首要的战术目标都是立足防守。市场整体更倾向于这会是一场进球数比较少的防守拉锯战，所以土耳其被认为纸面实力占优，但也不会将它看成稳胆。巴拉圭虽然不是热门，但也有爆冷的逻辑。问题是巴拉圭队首轮5张黄牌，纪律风险很高，关键的球员阿尔米隆也在吃牌的名单内。主教练方面，土耳其意大利人蒙特拉，他的主体核心思路是4-2-3-1，靠恰尔汗奥卢从后场的调度，居雷尔在右侧的内部区域和中路创造机会，伊尔迪兹和巴里什阿尔佩尔提供突破和纵深，所以双后腰保护，恰尔汗奥卢负责节奏，中前场自由度很高。但第一场输球引起了巨大的批评，主要2个方面。首先，在有球优势没有转化为进球；第二，首发和换人都被土耳其媒体广泛的质疑。所以这场打巴拉圭预计可能会有3处调整，伊尔迪兹可能首发，右后卫和中前场也有变化。蒙特拉固执于无锋阵已经带来了信任危机。土耳其的更衣室内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人员使用不和谐的声音，例如高中锋德尼兹居尔，他在波尔图展现出很强的在禁区的统治力，却被蒙特拉放在了替补席，取而代之的是边锋出身的巴勒什阿尔佩尔，在禁区内客串伪9号的角色。为了保留居莱尔在前腰的位置，强行将多名技术型的中场挤压在狭窄的中路。这种战术的布阵被认为极大削弱了土耳其的进攻宽度。蒙特拉和球员之间关于战术灵活性的争论已经是生死战前巨大的隐患。而巴拉圭的阿尔法罗，他是南美足坛很典型教授型的教练，强调纪律、结构、对抗和心理的韧性。首轮虽然被美国打穿，他也承受了巨大的批评，但这是一位极具浪漫主义情怀和精神感召力的布道者。尽管老帅现在深知单靠南美的拼搏精神已经无法填补现在巴拉圭和现代欧洲足球之间存在巨大的战术代差，所以在更衣室内部，他正在极力地平复年轻球员因为首战惨败产生的心理崩溃。前巴拉圭传奇门神齐拉维特公开批评球队首轮的表现就像带着纸飞机上战场，并且把矛头指向了主教练和球员的态度问题。所以接下来这场比赛两个队怎么踢，预计土耳其会继续使用4-2-3-1或者4-3-3的混合体，关键不是控球率，而是在禁区前最后一传的质量。首轮的比赛，土耳其已经证明自己能够将球压到前场，但也暴露出2个问题，还有丢球后防线身后留下巨大的空间。所以解决思路，恰尔汗奥卢拖后调度，奥尔昆和伊斯梅尔负责覆盖，居莱尔从右侧的内部内收，制造左脚传射的角度，伊尔迪兹派上左路的首发，增加1对1的突破，而巴里什阿尔佩尔可能被推到中路或者右路，增加冲击力。卡迪奥卢前插拉开巴拉圭在右路的防线。巴拉圭这边呢，大概率会更加的务实，必须要加强中场的硬度，还要在禁区内提供支点。可能的思路有4个后卫保护禁区，戈麦斯统领防线，然后中场要注意拦截和抢第2落点。阿尔米隆从右路和中路转换推进，而恩西索要游走在前腰和2前锋之间。皮塔用自己的身体顶住土耳其的中后卫，给2线插上创造空间。这场球可能会决定比赛最重要的3个区域的战术对抗。第一个关键区在土耳其右侧的内部，居莱尔在这里拿球的时候，巴拉圭的左后卫和左中卫之间协防的速度会被考验。第2个关键区就土耳其丢失球权之后的中路，澳大利亚队已经示范过了，你可以让土耳其高控球，但反击的时候要彻底的坚决。
巴拉圭如果抢下球权后第一脚就能找到恩西索或者阿尔米隆，土耳其会非常的危险。第三就是定位球，巴拉圭拥有戈麦斯、阿尔德雷特、皮塔，土耳其拥有德米拉尔、阿卜杜勒克里姆。两个队在运动战可能会紧张，但定位球很可能会决定比分，所以土耳其纸面的创造力更强，而且主教练蒙特拉大概率会通过派上伊尔迪兹的首发和锋线的重组来提升效率。巴拉圭队他们的优势在于身体、定位球、反击和心理上要强烈的反弹，只是由于首轮防线被美国队连续的打穿，他们的纪律风险偏高。这不是普通的一场小组赛，而是两支在首轮的失败者的止血战。两个队已经没有犯错的空间，自古华山一条路。球员方面，咱们着重看一下巴拉圭的核心球员胡里奥·恩西索，他效力于英超的布莱顿队，在场上是巴拉圭进攻端最具想象力和最具爆发力的，但是在场外年仅22岁的他却是极度的混乱。他频繁的私人感情生活经常出现在巴拉圭和哥伦比亚的八卦媒体上。短短的一年，恩西索已经连续更换了5任女友，这其中还包括在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高调的秀恩爱。当时陪伴他出征的是伊比圭的小姐加布里埃拉·米兰达。可令人震惊的是，奥运会刚刚结束几周，两个人便宣告分手。24年11月，恩西索在 ins 上又结识了21岁的哥伦比亚网红梅里莎·卡多纳，并且在25年5月9日宣布订婚。结果仅仅3周后，两个人便在巴拉圭的私人庄园完成了极其仓促的闪婚。所以恩西索在巴拉圭的社交网络上遭遇了如潮水般的嘲讽，指责他对待感情极其的幼稚，完全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后来当他转回到法甲的斯特拉斯堡以后，由于两人的异地分居，还有网红妻子频繁的炒作，恩西索的结婚1周年纪念日甚至只能2个人异地的度过。但好在目前他和妻子的感情偏于稳定，巴拉圭媒体普遍担心，作为顶级的足球天才，高调的感情纠葛千万不要吞噬他的专注度。好，巴拉圭值得注意的第2位精神领袖阿尔米隆，他在英超赛场有极高的地位，而且他以极其纯粹、谦逊的职业素养和人格魅力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尊重。在过去曼城夺冠的大巴庆典上，当时喝得烂醉的格拉利什在直播的镜头前肆无忌惮地嘲讽队友马赫雷斯，而且说他今天踢的就像阿尔米隆一样，应该立刻被换下。这种话带着明显的职业贬低和侮辱的色彩，立刻激怒了纽卡斯尔联队的球迷，也让阿尔米隆原地躺枪，成为了英超舆论的焦点。不过接下来的赛季受到了刺激的阿尔米隆状态爆发，在22年10月的6场英超比赛狂轰6个球，当选了那一年英超的10月最佳球员，还获得了最佳进球奖。所以纽卡的球迷更是将像阿尔米隆一样去踢球作为了反讽格拉利什的口号。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格拉利什在世界杯期间公开表达了悔意和道歉，阿尔米隆这时候也展现出令人叹服的高尚和宽容。他说，老实讲，起初我根本没有对那些言论给予太多的关注，因为我更喜欢在沉默中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我看了他的那期采访，也听说他后来对我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评价。我从来没有对格拉利什抱有任何的怨恨，我始终认为他是一名伟大的球员，也是一个好人，这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个问题。下次当我们在球场上相遇的时候，我会跟他握手的，毫无疑问，我绝对会主动的和他握手。所以就是这位低调内敛、以德报怨的巴拉圭老将，他用自己的谦逊牢牢地凝聚了更衣室。接下来这场生死战，他的经验和冷静将是巴拉圭抵御土耳其令人窒息的中场压迫最核心的筹码。好，朋友们，感谢您的点赞、热推、评论和分享。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让我们明天再见。